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，航空母舰逐渐成为了各军事强国之间追捧的对象。众所周知，美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航空母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人却觉得航空母舰太多，并非是一件好事儿。这些航空母舰很有可能已经拖累了美国海军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为此，俄罗斯媒体告诉了我们答案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美国海军正在计划采购新型舰船，但是不少人对于这些舰船的实用性产生了争论。据了解，之所以会发生争论，是因为不少人觉得美国海军目前并不需要购买更多的航空母舰，应该购买更多的其他战舰。据获悉，这一想法主要是针对于美国海军最新的福特级航空母舰。这艘航空母舰自入役以来，不但没有形成战斗力，还浪费了美国海军的许多资金。当初建造它的最初价格约为105亿美元，然而在建造的过程中已经花费了142亿美元左右，并且这一花销还会持续不断的增长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即使美军花费了如此多的资金，福特级航空母舰上的漏洞依然无法修复，还是无法形成战斗力。不仅如此，除了福特号以外，还有2艘福特级航空母舰正在建造当中。这3艘航空母舰的总预算就高达430亿美元，并且美军的新一代航母舰载机 F-35C 也在不断的出现问题，因此美国方面不得不再次支出更多的资金，用于修复 F-35C 舰载战斗机的漏洞。然而最为糟糕的是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航空母舰的地位正在一步步下降，美军并不能靠部署航空母舰来实现全球布武的计划了。目前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拥有了各种反舰导弹，比如说中国的东风21D 反舰导弹，在数量上充足的情况下，可以轻松的突破任何级别航空母舰的防空系统。但是，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远超于数枚东风21D 的总造价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中国将美国的航空母舰击沉的话，那么损失最大的肯定是美国海军。不仅如此，航空母舰的主要武器是舰载战斗机。目前，美国海军的 F-18E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的打击范围大约在390到450海里之间。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估计，东风21D 反舰导弹的射程为1500到1750海里之间，甚至更远。按照这一射程来看，还没等到美国航空母舰抵达中国海域，就会被中国的反舰导弹所摧毁。因此，不少人认为航空母舰拖累了美国海军。美国海军还不如把建造航空母舰的资金用于购买更多的其他军舰，因为这样还能让美国海军在军舰的数量上优于对方。所以说，拥有太多的航空母舰并不是一件好事儿，只要够用就行。前不久，有消息传出，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或将重返战场。这一消息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，确实是值得注意的。毕竟库兹涅佐夫号是俄罗斯海军唯一的航空母舰。然而，就在大家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时候，俄罗斯的第5代舰载战斗机也出现了新的进展。据越南媒体报道，俄罗斯军方的第5代战斗机苏57的舰载机版本很可能会在2年内在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上进行测试。据了解，为了考虑到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甲板的大小，俄罗斯专家建议在该艘航空母舰上部署12架苏57舰载战斗机。虽然说它的部署数量仅为苏33或米格 29K 舰载战斗机的一半，但是这12架苏57舰载战斗机仍然会给俄罗斯海军舰队带来不可否认的优势。目前还不清楚苏57舰载战斗机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何改进，然而毋庸置疑的是，苏57舰载战斗机肯定会保留它的大部分功能。引人关注的是，俄罗斯国防部很有可能还会为了苏57舰载战斗机的诞生来建造2艘航空母舰。由此可见，俄罗斯国防部方面非常重视苏57舰载战斗机的存在。众所周知，苏57战斗机目前是俄罗斯空军部队中最具有前途的战斗机之一。等到苏57舰载机正式出现的话，那么它将很可能成为俄罗斯海军中最有前途的战斗机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越南媒体还提到，中国和印度方面对俄罗斯的苏57舰载机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。越南媒体认为，中国或者印度会是苏57舰载机的第一个客户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据分析，首先俄罗斯专家就认为，中国的确很有可能会购买苏57舰载机。此前，中国方面在有了歼20战斗机之后，对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就表现出了兴趣，因此苏57与歼20能互相搭配。
此外，中国目前在役最先进的舰载机是歼15，通过数据对比来看，苏57舰载机的性能应该会优于歼15舰载机。虽然说中国也在研究海4代，但是等到海4代研制出来后，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量产，并且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也非常迅速，说不定在海4代还没进行量产的时候，中国就已经拥有了第3艘航空母舰。所以说，购买俄罗斯苏57战斗机对于中国海军来说，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近日，美国方面称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HAWC 原型机于这一段时间进行了试射活动。然而，由于洛克希德马丁的 HAWC 原型机并没有从 B-52H 母机上分离，因此美军这次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任务再次失败了。有消息人士称，美军的这次失利是因为犯了一个最基础的错误。由此可见，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上依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。眼下，俄罗斯和中国都拥有了高超音速武器，所以说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，因此美国方面开始寻找如何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方法。然而事与愿违，美国至今都没有找到能够对抗俄罗斯锆石和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的方法。近日，美国向外界解释了高超音速武器为什么不能被击落的原因。据媒体报道，高超音速武器的时代已经来临了。令人感到不安的是，美国的传统预警系统无法检测到高超音速导弹的来临。就拿俄罗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作为例子，它的飞行速度能够达到8马赫，因此锆石具备能够穿透传统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。不仅如此，俄罗斯专家称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距离高达1000公里，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如此之快，所以它在飞行的过程中，周围的高气压会在它的前方形成等离子云，吸收无线电波，因此美国军方的探测雷达几乎无法发现它的存在。按照目前美国最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来说，他们在发现地方导弹来袭的时候，通常都需要8到10秒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，并向来袭的导弹发射反导导弹。但是如果换成俄罗斯的锆石或者中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的话，那么在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反应的这段时间内，他们已经飞行了数十公里，它发射的拦截弹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拦截。因此，想要拦截锆石或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的话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导弹发射后立即击落它。但是根据美国大众机械的说法，就算是美国军舰在160公里以外就发现了高超音速导弹的话，美国方面也只有1分钟的时间来应对威胁。但是按照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来看，这1分钟远远不够。目前俄罗斯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未服役，我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却早已服役。所以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，东风17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海军的最大威胁之一。眼下美国海军不断的在我国周边海域展示自己军事力量的存在，不得不说他们的这些举动非常危险，所以还是奉劝美国好自为之，毕竟东风快递使命必达。